来，先深吸一口气，什么味道？哎，你可别逗我啊！我只是想让你说，哎，我闻到了一股年味儿。因为在中国，一年到头，春节啊是炎黄子孙最隆重的节日，没有之一。中国年的来历和传说，过年的习俗及由来，满溢着喜庆和吉祥。春节啊，是每个炎黄子孙心中永远难以割舍的符号。它不仅是365天中最新鲜、最特殊的一天，它同时还承载着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风霜玉纯的古老文化。大家好，我是大明。在之前的视频中呢，我为大家讲述了炎黄子孙的由来。或许大家会感到好奇，为什么我会选择分享这些古老的传统故事和风俗呢？这不是刚刚进入2024年吗？然后呢，近期咱们走亲拜友啊，见到孩子们的变化上是最大的。聊天的时候呢，就聊到了一些过年的话题，聊的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聊天当中呢，感觉这个逻辑和故事啊不是很清楚，这让我就感觉中国古老传统民俗的这个故事啊，不能忘也不能丢。所以啊，我查资料，希望能够捋清楚，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分享，能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和珍惜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我记得小时候啊，我总是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期待着过年的到来。哎，那浓浓的年味儿，让我和小伙伴们沉醉其中，乐此不疲。我们那个时候啊，我记得提前1个月，我和身边的这些小伙伴们就开始兴奋地聊过年的话题了。我们回味着往年过年的欢乐，然后呢，一些事儿啊，畅想着今年过年会有哪些新奇有趣的经历。这种期待的心情啊，就像一股暖流，逐渐升温，让我们都兴奋不已。随着年关的这个将近呢，哎，那个时候的家里啊，就开始忙碌起来，置办年货了。那时候菜市场熙熙攘攘的，热闹非凡。这个小商小贩们摆满了这个各种琳琅满目的这个商品，大人拉着我们的手，我们穿梭在人群当中，哎，挑选着心仪的年货。回到家后呢，再仔细的分类，哎，假如说是衣服的是衣服，然后呢是肉类的是肉类，是这个菜类的是菜类，炮呢也给它整理到一起。买新衣裳呢，则去商场。那个时候的商场啊，虽然没有现在那么奢华啊，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充满了新奇和期待的。我们到了腊月底，家里人啊就开始大扫除了。我们全家人齐上阵，哎，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窝，然后窗帘，然后呢洒扫院子，擦玻璃。哎，我告诉你，我玻璃擦得可干净了。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甚至下水道啊都要疏通一番。经过一番努力，家里焕然一新，哎，窗明几净，亮堂堂的，哎，真是充满了新年的这个气息。随着这个年关的脚步越来越近，远在他乡的大姑啊、叔伯们啊，都像候鸟一样归巢了，纷纷携家带口的赶回爷爷奶奶家。一时间，老屋内外热闹非凡，洋溢着久别重逢的喜悦。哎，我们这些许久未见的孩子们，仿佛就有些说不完的话，哎，叽叽喳喳的聚在一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稍微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们呢，自然成了孩子王。比如说，就像我，啊，带着弟弟妹妹们穿梭在屋前屋后，尽情的玩耍。这个妹妹们啊，这个手中都提着很精致的灯笼，哎，还是那种纸的啊，纸糊的灯笼，走在小巷里，哎，灯光摇曳，如同梦幻般的美景。男孩们啊，手持蚊香放鞭炮。哎，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当时放鞭炮是用蚊香放炮，还是用其他东西放炮呢？用什么东西来点它呢？哎，说上房揭瓦，鸡飞狗跳，一点也不过分。哎，好不热闹。夜幕降临时，年夜饭的香气四溢，一大家子
20-30口人分成2桌围坐，大人品着美酒佳肴，畅谈着1年来的辛酸苦辣，小孩们呢则聚在另一张小桌子旁，边吃着可口的这个饭菜，边讲着各种有趣的故事和笑话。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让每个人都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时至今日，我仍然时常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看着那些照片，那些温馨和谐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让我心里充满了对家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思念。现在虽然条件好了，但那种浓浓的年味儿却换种方式呈现了出来。不过我还真的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们再次感受那个纯真的年代和那份难忘的年味儿。动情了啊！那回到正题，没错，这就是我们中国最炫酷、最 happy 的古老传统节日——春节。这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农历年，这可是咱们汉族的头号节日啊！这个就像游戏中终极 BOSS 一样重要。但是你们知道吗？中国呀，可是一个大家庭，从寒冷的东北到温暖的南方，大家在不同的习俗中迎接的春节的到来。在我们这个多元民族的大家庭里，除了汉族的小伙伴，还有什么满族、蒙古族、瑶族、壮族、白族、高山族、哈尼族、达斡尔族、黎族，等10几个少数民族啊，一起加入春节狂欢派对。大家虽然民族不同啊，但欢乐的心是相通的。那春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春节这个大佬啊，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起源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的殷商时期。那个时候啊，人们会在年头岁末的时候举行祭神祭祖的活动，感谢神灵的庇佑，祈求来年的丰收和幸福。古代的春节可是有很多别名的，比如元日、元旦、新年，就像一个人的昵称一样，虽然叫法不同，但是都是指向一个充满欢乐和幸福的日子。那么问题来了，年这个神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告诉大家，这可不是大多数人了解的什么年是个怪兽那么简单。在古老的时代啊，那华夏大地上还沐浴着神秘的色彩。话说早在黄帝时代，智慧的先民们已经洞察到四季的轮回，但对于这个背后的奥秘呢，他们是一知半解的。黄帝这位中华民族的始祖，为了指引子民更好的耕作生活，他就命令大尧氏探寻天地的奥秘，将昼夜的规律一一揭示，从而创下了天干地支这一创举。然而天干地支的创立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计时方法，它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传说。故事要追溯到黄帝与蚩尤之间那场震撼天地的战争。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为了减轻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他虔诚地向天地祈祷，天地感至至诚，于是降下了神奇的天干。它们排列成圆形，代表着天的无边无际。同时12地支则排成了方形，象征着地的四面八方。这一布局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更是无形中为后世的时间观念奠定了基石。这种传说的纪年方法被称为干支纪年法，它巧妙地将10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12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结合。
这种排列啊，并非随意，而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轮流搭配。从甲子开始，一直到癸亥结束，这样的一个完整轮回，竟然要整整的60年，人们称之为一甲子。一个人活到60岁，那我们就称他叫做花甲之年。这一切都被皇帝巧妙地融入了60个太岁星君的轮回之中。每一个太岁星君呢，都应对着天干地支中的一个组合，他们按照天命的指引，轮流守护着人间的安宁和秩序。从此以后，皇帝的历法正式诞生。历史的迷雾啊，总是让人难以窥见真相的。但在距今3300多年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我们发现了表示干支的象形文字，这无疑是皇帝历法存在的有力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历法不断完善，记录下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律。然而，或许是因为触及了某些不可为的天道禁忌，一系列的怪兽事件接连发生。皇帝的孙子颛顼继位后，他的后代竟有24人化身为巨兽，还有一名名为豨的怪兽带头，为祸人间。正所谓有阴就有阳，正义的使者谁呢？灶神。这正是颛顼另一个为数不多的好儿子，叫离。他在担任火正官后被封为灶神。当然，火正官肯定是在天庭任职了负责监管人间的一切。而这一切呢，似乎都与春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春节不仅要除夕守岁，还要送和请灶神、财神的习俗。那大家知道小年是什么时候吗？这里先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只要我提到的腊月，它就是农历，那就是腊月23、24开始呢，就进入了小年的阶段。这个时候灶神接受民间供养后就会携各路的神仙前去天庭复职。每年腊月23、24，灶神上天汇报一家人的善恶。于是呢，汉族民间就有了小年祭灶的这个习惯，祈求来年平安顺遂。宋代的范成大在祭灶诗中说古传腊月24，灶君朝天预言事。这首诗很形象地说明了古代有关祭灶的一些风俗习惯。因为灶王爷专管厨房造饭，所以被民间家家户户奉为一家之主，有他在，可保家宅平安。到了大年初4，就是灶王爷从天庭返回人间上班的日子了。相传在这里灶王爷要点查户口，所以呢不宜出远门，家家户户都要在家准备丰富的果品，然后呢焚香点烛，迎接灶神回家，拜灶神祈福。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故事和神话，但是这些神话都变成了习俗。那在腊月23、24，就是神仙离岗休假的时候，因此人间便处于无神监管的状态。这个时候妖兽就开始纷纷登场了，领头的正是豨。提到的豨，就是由于历法创立后时空错乱而诞生的妖兽对春节的这个节非常的厌恶。那第二个是一个组合，是魑魅和魍魉，趁着神仙不在岗，做一些见不得光的勾当。第三个呢，就是岁，他夭折之亡后呢，心灵扭曲，就想报复小孩，不希望小孩增岁增寿非常的可恶。第四个就是叫虚耗，这个虚耗尤其喜爱钱财，偷盗他人的财物，也能偷去他人的欢乐，使他人变得很忧郁。他们可恶之极，他们各怀鬼胎，在春节期间四处作恶，
令人闻风丧胆。不要怕啊！为了应对这些妖兽的侵扰，天帝命令60花甲太岁的星君将12地支幻化成12年兽，也就是12生肖，作为西的克星。同时命令皇帝手下的2员大将神荼和玉律，让他们拍个照片啊，把这个照片贴在这个大门上。这都是后话了啊。那个时候只是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一个桃木上，然后呢挂在门上来辟邪，就来阻挡这个魑魅魍魉的入侵了。而财神呢出面解决这个祟的这个作怪，他呀叫大人在孩子的枕头下方放8枚铜钱，可用来压岁。这就是春节给压岁钱的来历啊。为了对付虚号啊，灶神则教导人们整夜的这个点上蜡烛，还有灯笼，把所有的照明工具都点亮啊，越亮越好。大家呢聚在一起，然后呢说话，这样呢就容易吓跑虚号，无法入户行窃了。至此，哪怕每年妖怪都会来人间作乱，人们也有了对应的措施。除夕呢，就是除去夕这个领头的妖怪，所以人们该放鞭炮的放鞭炮，该驱邪的驱邪。除夕夜呢，就慢慢的形成了风俗，保留至今，丰富的春节文化成为了我们所谓的年味儿。岁月流转，星辰更替，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春节这一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和民族情感的节日，正是中华民族顺应天时、道法自然的生动体现。通过对天象、气象的精准观测，我们得以预知四季更迭、农事规则，从而春种秋收，夏长冬藏，与自然和谐共生。2024年农历新年的脚步日益临近，这个充满喜庆与祥和氛围的节日啊，就如同暖流一般，吹拂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田。它承载着我们对家的思念，对亲人的眷恋，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让我们共同回味那些往昔的欢乐时光，那些围炉夜话、守岁迎新的温馨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时也让我们满怀着对新一年的美好的期许，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呢，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同感受那份源远流长的炎黄子孙精神力量。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这份力量都将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书写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